赚走中国女性600亿，防晒衣到底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？夏天到了，你的防晒衣准备好了吗？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先别急，看完今天的视频再考虑剁手，因为很可能你花大价钱买回来的防晒衣成本才几十块。防晒这一词到底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？要知道很久之前啊，大家都只是戴个帽子挡挡太阳，可如今的大街上，有人恨不得把自己裹成木乃伊。不仅是女性在坚持防晒，男人也开始防晒，甚至连小朋友也不放过。毕竟凡事要从孩子抓起。这几年呢，网络发展迅速，大家经常能听到热死病的新闻。再加上紫外线致癌的说法一直没有停过。英国某医学杂志的报告里有这样一张照片：69岁公交车司机左右脸的对比照，左脸因为经常晒太阳，肉眼可见的比右脸苍老，所以大家更加相信紫外线会加速衰老这个说法。于是呢，养儿不防老，防晒才防老的口号就开始兴起了。自从1928年第一支防晒霜诞生之后，从此关于防晒这个话题的热度就没有下来过。不仅夏天要注意防晒，冬天也不能忘记，除了脸上要注意防晒，身上也不能落下。后来简单的防晒霜再也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，人们就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更加严实的防晒衣。某个平台上面，光是防晒衣的笔记就有192万篇，可以想象防晒衣的市场究竟有多大。根据市场统计啊，我国2023年防晒服饰市场规模达到了742亿，这个规模预计在2年之后还会涨到958亿。而作为最早一批吃螃蟹的蕉下，年收入已经达到了24亿元，有希望冲刺户外第一股。这可让其他人看红了眼啊！迪卡侬和李宁相继挤进防晒市场分一杯羹，就连在羽绒服领域扎根已久的波司登也心痒痒，很快就在官网上架了1499一件的防晒衣。为了瓜分更多的市场，各大商家开始卷起了概念，比如自带凉感的冰丝、防晒又保湿的玻尿酸，还有什么2氧化钛防晒因子，只要是听不明白，它就都是科技。但是啊，这一番噱头炒下来，除了越来越贵的价格，真的可以更好的防晒吗？从理论上来说啊，防晒效果好不好，全看 UPF 值。通常情况来说啊 ，UPF 50+就已经能够阻止98%的紫外线。那某些商家所谓的 UPF 2000，真的就更好吗？2022年，北京消费者协会做过一次测试，结果显示，有的防晒衣的 UPF 5到3，就连一件普通的 T 恤都比不过。曾经有面料商曝光过，中高端的棉轮价格在30到40一米，再算上抗紫外线、染色、印花等供应成本，一件防晒衣批发价在60块左右。而市场上呢，都是动辄上千，其中利润可想而知，商家都赚麻了。但是现在啊，随着消费降级和防晒知识的科普，消费者也逐渐意识到，高价的防晒衣更多的都是智商税。其实呢，凡事都讲究过犹不及，过度防晒也会带来各种健康问题。平时呢，遮一遮太阳，不让自己晒伤就好。过度防晒没有必要，因为我们都是活在阳光下的。